今日啊，帶大家嚟到中環啊，香港最核心嘅一個地段，亦都係鋪租最貴嘅一個地區之一。如果喺呢度呢，開設標鋪開咗好多年呢，絕對唔係等閒之輩，而且係業界絕對係一個大人物添。今集嘅主角 The Vintage Concept， 以下我哋會稱之為 VC 啦。如果你以為佢哋只係一間普通嘅二手手錶買賣鋪呢，咁你就大錯特錯啦。我同資深嘅店長師兄呢，深入咁傾咗好耐，了解咗唔少佢哋嘅理念啦。呢間鋪頭呢，更加係拍賣行嘅常客添，創下咗唔少拍賣嘅紀錄。唔少嘅城中名人啊，都係佢哋嘅客戶。當中勞力士官方呢，或多或少間接都係對 Vintage Concept 嘅客添。所以今集嘅內容呢，非常之豐富，記得睇到最後。中意嘅不妨先俾個 like 或者先訂閱一下我哋啊！咁啊，首先呢，就好多謝阿店長師兄嗱，佢個名呢，真係叫師兄噶。師兄喺業界咧都幾出名下，喺拍攝嘅咧佢都真係攞咗唔少嘅時間分享翻關於好多呢間鋪頭嘅故事啦，以及一啲佢對手錶買賣行業嘅一份真誠同埋一個初衷，都反映咗喺 VC 嘅經營手法入邊。有時候啲客嚟到參觀呢，又真係好難咁同每一位客人去解釋一次佢哋嘅理念嘅，所以更加需要我哋呢一種媒體呢發揚光大啦。當你下次嚟到嘅時候呢，起碼都對佢哋有一定嘅概念啊，絕對會提升你購買過程嘅一個享受噶。嗱，相比起手錶市場發達嘅日本，香港一樣有超級多手錶買賣嘅鋪頭，我哋俗稱二手嘅錶鋪啦。大多數呢，其實當然係偏向於一個近代嘅錶款啦，但係以專為 vintage 專做 vintage 為主嘅，其實就真係唔算好多嘅。因為玩 vintage 錶呢，實在太過高深，太過複雜啦。正如 Rolex 嘅呢啲 vintage 款呢，個門檻實在太過高啦，而唔係一般人咁容易接觸到嘅。咁但係 VC 俾我嘅感覺呢，非常專業嘅講解，非常之愛錶啦，包括師兄言談間呢，都感受到佢對手錶嘅份大客嘅程度啊，絕對唔簡單啊！嗱，平時我哋參觀日本嗰啲二手錶鋪呢，咁咧同香港嗰啲好唔同嘅，但係 VC 呢，難得都喺香港俾到我呢一種日本嘅嗰份高質素、有熱誠錶鋪嘅呢個感覺。每一格嗰個櫥窗咧，嗰個顯示櫃咧，都係認真咁 decorate， 好有心機，而唔係嗰啲咧隨便將啲手錶咧攤晒出嚟咁樣咧，好似雜貨鋪咁樣咧。以香港嘅二手錶鋪嚟計咧，呢一份嘅高質素咧，絕對係買少見少啊，高下立見啊！嗱，另一方面咧，你會見到咁多 vintage 嘅 Rolex 咧，佢唔淨係手錶嘅，仲包括咗好多 Rolex 嘅啲副產品啦，超級多關於 Rolex 嘅書籍，以及大量嘅日本雜誌。嗱，大家都知道咧，日本做雜誌咧真係世界級嘅，只要佢哋有心機去做嗰個 topic 咧，就會做到極致嘅。咁個鋪嘅正中心咧，亦都有一張好大嘅台啦，方便客人睇下錶之餘咧，亦都可以隨便咁睇下啲書啦，交流一下手錶嘅心得。另外，遊客止步區啊，仲有大量嘅書籍添啊，感覺咧真係好似置身咗一個超微型嘅 Rolex 嘅博物館。包括呢啲鎮店之寶，只要你認識佢哋呢，都一定流晒口水啊！嗰一排嘅 vintage 手上鏈地通拿，淨係呢幾隻已經價值不菲啦，都不特止。呢幾隻只係前菜頭盤啫，仲有新鮮滾熱辣喺蘇富比拍賣成交咗，以美金762000蚊賣出啊，大約為翻港幣500萬嘅 Paul Newman啊！你睇下真係有眼福，可以近距離欣賞到呢隻神級之作。不過咧，只要你係 Watch Collector 嘅觀眾咧，個 fans 都知道啦。其實我就自己唔係好 Rolex 嘅粉絲嚟嘅。不過嚟到 VC 之後咧，再慢慢咁睇晒每一個 display 櫃啦，或多或少都俾 Rolex 嘅呢個魅力咧影響咗嘅。所以都唔好睇少呢間鋪頭嘅呢個魔力啊！咁而買二手錶，特別是 vintage 嘅 Rolex， 頭先都講過，太多學問，除非你本身係一個專家。否則咧，你買錶永遠嘅法則就係咧老生常談，大家都一定聽過呢一句。要信嘅咧唔係信嗰隻手錶嘅本身，而係要相信賣呢隻手錶俾你嘅人或者賣俾你嘅鋪頭啦。玩得 vintage 呢個領域咧，財力或多或少都唔會差啦，應該。咁應該我諗都唔會為咗1萬幾千而令到自己擔驚受怕噶嘛。
師兄將心比己啦，自己都係一個玩錶之人，以用家嘅角度出發，詳細咁解釋俾客人每一個細節，為嘅呢就係為一個真誠嘅服務。做生意呢，其實就講求遠見噶嘛，希望做一啲回頭客，做熟客點都好過做生客啦。嗱，咩 ISO 9001，大家一定聽過。不過原來收錶咧都一樣可以有 ISO 嘅。當我拍攝嗰日咧，發現咗呢個 ISO 嘅認證咧，我心諗二手鋪都可以有 ISO，我都忍唔住問咗師兄啦，問咗負責人，先至發現呢，暫時係全球第一間，亦都係唯一一間有呢個 ISO 9001 2015認證嘅二手 Vintage Rolex 嘅手錶買賣店啊。因為真係冇咩店家咧會堅持呢一份執着啦，或者覺得冇呢個需要啦。其實有啲似我哋日本租車呢，就覺得好專業，好有系統，好清楚咁列明咗邊度有花痕。同樣地，收購每一隻 Rolex 嘅時候呢，都記錄咗當時個狀態，邊位同事去驗啦，幾多格嘅拎啦，邊度有花痕等等呢，以文件呢好有系統咁記錄住嘅。喂，佢哋每一日收咁多隻錶，點可以淨係靠個腦去記低每一隻錶啊？然後 ISO 相關嘅人員呢，就會嚟到認證，確保呢成個收錶嘅過程呢係專業嘅，同埋有系統嘅、有效率嘅。雖然呢個動作呢都只係內部作用啦，咁但係覺得呢個係對買家、對業界一個基本嘅誠意。咁所以佢哋就一直堅持都有 renew 翻呢一個 ISO 9001 2015嘅呢一個認證啦。我本人就十分之欣賞嘅，因為咁樣呢，正正就係 differentiate 咗 the vintage concept 同埋其他嘅分別，亦都奠定咗佢哋權威嘅呢個地位。客人呢自然放錶就放得安心啦，買錶就買得安心。呢張 shirt 呢亦都張貼咗喺店入邊呢非常當眼嘅位置。如果你下次嚟到嘅時候呢，都記得同呢一張全球唯一一間有呢一張 certificate 嘅二手錶鋪打卡啦。而咁佢哋做得 vintage 嘅買賣呢，自然間唔中就有啲寶物啦，大量嘅寶物，所以亦都係拍賣行嘅常客。而當中有兩個拍賣呢，更加創造咗紀錄添嘅。嗱，先講最近嘅呢一個啦，6263 Daytona Panda 嘅 Paul Newman，頭先都提到啦，身價大約係港幣500萬蚊啦，啱啱好有呢個機會俾我睇到真身。嗱，始終呢隻錶都係名錶有主啦，我都唔敢亂咁掂佢啦。即係隔住個鏡頭拍一拍俾大家睇就好啦。反正關於呢隻6263嘅資料，網上邊我諗已經多的是啦。而另一個記錄呢，亦都算係一個好有意義嘅記錄嚟㗎。係啊，老闆阿 Thomas 呢，直接分享呢一個過程俾我聽嘅。我喺呢度都大概轉述一下，因為其實都聽落都幾峰迴路轉嘅。嗱，首先呢，就係 VC 從一個客人啦，收咗一隻1958年嘅 New Old Stock 嘅 Rolex，reference 就係6541嘅 Milgauss 嘅。呢位客人呢，對上呢就喺日本買翻嚟嘅。嗱，大家都玩錶都知道 New Old Stock 就非常之值錢，一旦佩戴咗呢，價錢就馬上插水噶啦。咁之後呢 VC 呢將佢賣咗俾一個城中嘅名人，喺呢度呢就唔方便透露係邊個啦。咁不過呢位名人之後都表示：喂，阿 Thomas，喂，老闆，不如賣翻隻錶俾你啊！喂，話晒都 New Old Stock，我又冇得戴喎，好似買咗翻去呢又冇得用咁樣喎。咁最後 VC 都好好咁樣收翻呢一隻錶啦。如是者隔咗一段時間，咁啱又撞正 Covid 啦，阿 Thomas 都覺得喂，唔係辦法喎，始終買翻嚟呢，其實都唔少嘅錢嘅。咁做生意其實話多話少都希望貨如輪轉啫。咁啊機緣巧合地呢，就有咗拍賣呢條路數。當時 Thomas 都心諗，唉，平手多少少賣得出都算啦，都起碼有翻啲現金回流啊。咁當日嗰個拍賣呢，就喺瑞士現場發生嘅，係一位女士呢，喺現場一位女士啦，同埋嚟自美國咁樣 online 遙控咁樣同佢競爭嘅。今日最後呢，經過咗好多輪嘅角逐之後呢，我諗大家都喜出望外，因為包括 Thomas 呢同埋拍賣行在內啦。因為冇人諗過呢，最終個成交價呢，竟然去到瑞郎2238000蚊，即係大約港幣2000萬啊！勝出者呢，就係現場嘅瑞士現場嘅嗰位女士啊。估計應該係一位瑞士人嚟啩，完全打破晒 Rolex Milgauss 嘅拍賣記錄啊！即係意思即係最貴嘅 Milgauss。喺呢件事上面呢，賺錢都係事少，賺咗個名氣名堂，你話幾咁威水啊！所以回應翻之前嗰個說法，買二手錶呢，你唔係買嗰隻手錶嘅本身，
而係買一個信譽良好嘅二手錶鋪。嗱，呢個講法呢真係唔係咩新鮮事，不過絕對要再提一提大家，有時真係唔好為咗慳1萬幾千蚊啦，買得唔安心，萬一有咩事，最後損失嘅嗰個差價絕對都唔止1萬幾千蚊啦。既然佢哋屹立咗中環黃金地段咁多年啊，基本上都係一個最旺嘅位置，自然受到咗唔少城中名人嘅追捧啊。當中包括為人熟悉嘅好中意買 Vintage Rolex 嘅余文樂先生啦，而吳君如啊、陳可辛啊、關楚耀呢，都係佢哋嘅客人。另外亦都有好多城中嘅名人啦，呢度就不能盡錄啦。而頭先提及過嘅嗰個拍賣記錄啊，當中嗰隻1958年Rolex 6541嘅 Milgauss 咧，係現場嗰位女士勝出嘅。而呢隻錶咧，最後去咗邊度呢？嗱，之後證實咗呢，就係勞力士官方投得嘅，然後放咗喺勞力士喺瑞士嘅呢個博物館裏邊。嗱，對勞力士嚟講，2000萬算一啲咩錢啦？不過可想而知呢， Rolex 係有幾咁想收翻呢一隻歷史之作，成為博物館入邊呢一塊好重要嘅砌圖啦，亦都足夠令到 VC 省領咗招牌。做 Vintage Rolex 手錶做到可以將手錶啊賣翻俾勞力士官方啊！試問有幾多間二手嘅買賣錶鋪可以有咁傳奇嘅呢個故事呢？好啦，以上就係 The Vintage Concept 嘅介紹同埋分享。其實師兄仲分享咗好多故事，時間關係咧喺呢度唔可以完全盡錄啦。最緊要直接嚟到呢度參觀啦，感受一下喺呢個鬧市入邊嘅一個微型博物館啊！亦都可以同店員交流下、分享下。就算你唔係香港人，例如你係亞洲區嘅朋友仔啊，嚟到香港玩嘅時候呢，都絕對值得嚟朝聖一下。反正我諗中環都應該係每個旅客都應該會去嘅一個地方嚟嘅。而 VC 本身都已經有唔少嘅海外嘅熟客嘅，佢哋每次嚟香港可能都會買一買下錶啦。希望你都揾到想買嘅 Vintage 手錶。或者如果你有 Vintage Rolex 嘅話呢，都可以考慮放售俾 VC 啊。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今集嘅介紹。暫時小弟仲嘅 channel 仲係一人製作，你冇聽錯，一個人籌備，一個人拍攝，一個人寫稿，一個人剪接，一個人 upload， 咁辛苦為咩呢？為嘅就係推動一下鐘錶嘅文化，等更加多人認識了解。訂閱就係對我最好嘅支持，出更加多有趣嘅片啊！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